这是明朝最会作死的皇室夫妇，丈夫使用大量丹药变得虚弱不堪，妻子为其身体健康干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。事发后，朱氏皇权遭到天下人质疑，疼爱他们的朱元璋没有办法，最终只能将他们判以坤刑和凌迟。这对皇室夫妇是谁？他们究竟有多会作死？中国历史当中出身贫穷的人，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，坐上权力最高的位置，那么是需要付出不懈努力的。其中值得一提的呢，便是朱元璋。他出生在钟离孤庄村，幼年家庭贫苦，跟随父辈在淮河流域躲债。在朱元璋17岁的时候，灾害瘟疫的降临让他失去了父母。朱元璋自此开始乞讨生活。时间过去3年，他走遍了淮西各个角落，了解到世界各地的不同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社会经验。也因为这3年，朱元璋成为了一个坚强果断的人。同时呢，他的疑心病也渐渐加重。后来成为一国之君，朱元璋认为自己的江山是好不容易打下来的，所以对权力尤为看重。在上位后，为了稳固皇权，朱元璋残害了很多开国大将以及名臣，同时对儿子们寄予厚望，管教相当的严厉。其中他很看重的儿子是朱谭，他是朱元璋和郭宁妃生下的儿子，从小聪慧过人，很得朱元璋的欢心，因此在2个月大的时候便被封为了鲁王。朱谭渐渐地长大成人，在朱元璋期盼下长成乖巧听话的少年。朱谭14岁的时候，到了娶亲的年纪，朱元璋将知书达理的汤氏赐给了他。在明朝的藩王制度中，藩王15岁的时候需要去管理封地，朱谭也不例外。他要去的地方是兖州，也就是到今天包括邹城在内的济宁、菏泽、泰安、枣庄、临沂等30多个县9藩。终于朱谭15岁了，他在朱元璋目送下带着家眷离开了京城。在地方9藩后，朱谭没干出什么大业绩，但也算是兢兢业业。然而由于心智尚未成熟，这个15岁的少年脱离长辈的管教后，渐渐沉迷在了他人的追捧当中，也变得昏庸起来，整天纸醉金迷，不再处理政务。朱元璋却没有放在心上，在他看来，身为朱谭妻子的汤氏应该会起到监督和管教的作用，帮助朱谭成为一个合格的藩王。然而朱元璋到底还是失望了。作为在传统教育下长大的女子，汤氏只懂得3从4德，相夫教子，所以对朱谭百依百顺，基本上是朱谭说的话他都会相当的支持。就这样，失去无人管束的朱谭，在品行不良的下属带歪下，渐渐做出了一些出格的事情。明朝的藩王痴迷长生不老，会有怎样的下场呢？在封建王朝当中，不管是百姓还是王公大臣，甚至是坐上龙椅的皇帝，对长生不老都抱有极大的兴趣。尤其是坐上高位的皇帝，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后，对于长生一类事情会更加向往。比如秦始皇穷其一生追寻长生不老药，而鲁王朱谭呢，也步入了他的后尘，渐渐沉迷在了炼丹中。他对长生不老很感兴趣，总是邀请江湖道士炼制丹药。在丹药炼好后，朱谭开始服用，久而久之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应。由于吃下大量含有重金属等有毒物质的丹药，朱谭时常觉得两眼昏花，出现乏力、腹痛、腹泻等很多情况，在严重的时候还会产生口腔麻木、流血等症状。惊慌失措的朱谭呢，连忙找来道士看病。这些江湖道士根本不懂怎么看病，只有糊弄人的一套说辞。看着朱谭心急如焚的样子，道士们怕他降罪，最终冒着被斩首的风险，提出找99个男童子的下体为药引子，从而炼成丹药，服用了即可痊愈的鬼话。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鬼话，原本是道士为了搪塞朱谭的说辞。在他们看来，身为藩王的朱谭是一方守护者，
根本不会对百姓，而且是男童痛下杀手。就算能找来这么多男童子，上面有皇帝朱元璋压制，朱谭肯定不敢私自行动。道士们的心中算盘打得好，奈何他们这话被朱谭的妻子汤氏听到了。为了让丈夫的身体恢复健康，她立马派人去寻找男童。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汤氏便找到了几10个男童。百姓们察觉到了不对，心中既疑惑又担忧。良家妇女拐卖在民间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为什么偏偏会有男童失踪呢？时间久了，兖州越来越多的男童失去了踪迹，百姓们变得惶恐不安，纷纷向官府报告。官府得知后不敢上报，毕竟这种事情惊动朱元璋，他们也吃不了兜着走。于是呢，便悄悄隐瞒了下来。俗话说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。由于这件男童失踪案牵连越来越多的人，民众对朝廷心生不满，此事也随之闹大，之后便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。朱元璋自己宠爱的儿子朱谭犯下了滔天大罪，他是怎么处理的呢？朱元璋得知兖州发生诸多男童失踪的事件后，心中气愤不已。他知道此事不处理妥当，会让外界质疑起他这个皇帝的能力，也会影响朱家皇室的统治。他在寝宫背手走来走去，决定让自己的心腹前去调查。在数日时后，兖州男童失踪案件水落石出。正所谓爱之深，恨之切。朱元璋得知竟然是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做出的事情，他气得直拍朱案，恨不得当场踹朱谭2脚。不过呢，他转念一想，朱谭只是受人蛊惑，到底还是怪胆大妄为的汤氏，随即将其和一群江湖骗子斩首示众，以平民愤。同时呢，也震慑一些动了歪心思的人，将皇权做进一步的巩固。至于他的儿子朱谭，念在是从犯的缘故，朱元璋下令将其处以坤刑。所谓的坤刑，也就是将犯罪的人的头发全部拔光，从而起到羞辱的目的。在夏朝和东汉时期，这种刑法尤为流行，而放在如今的现代，根本就是挠痒痒般的惩罚。但是在封建的古代，意义可是不一样的。正所谓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，也就是说，父母赐予自己的不能轻易伤毁，否则是对父母的不尊重，有极为不好的寓意。但终归是比死罪好太多了。通过这件男童失踪案，也可以看出朱元璋对朱谭的疼爱之心。被处罚后的朱谭并没有受到朱元璋的冷落，朱元璋反而请了很多名医为他治病，调理他的身子。可惜的是，朱谭服用了太多丹药，属于中毒严重的类型。不管大夫们有多高的医术，在当时根本都无法救好朱谭。后来朱谭服用丹药的毒素扩散到全身，他眼睛都有看不到的情况，身上的皮肤也开始溃烂，在痛苦中闭上了双眼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朱元璋悲伤欲绝，但他同样对曾经这个给予宠爱和厚望的儿子恨铁不成钢。在朱谭死后，朱元璋给他赐下了一个荒的恶谥。但是后来冷静下来的他，对朱谭到底还是心疼大过憎恶，找来官员为其建造辉煌的陵墓，还将许多奇珍异宝陪葬了进去。伴随着黄土的掩盖，朱谭自此彻底地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。其实呢，朱谭和汤氏明明有着大好的人生，结果却在他人误导中走上了作死之路，真是让人唏嘘不已。他们的结局告诫着后世的人，百因必有果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如果一味的为了自己的私欲而闯下滔天大祸，那么不管是否能够达成自己的目的，最终都会受到一定的惩罚。比如朱元璋为了维护自己的皇权，杀害了许多忠臣良将，结果自己的儿子纷纷过早离世。或许这便是老天爷冥冥之中对他的一种惩罚吧。诸位看官怎么看呢？